去年一条热词霸屏榜首，让无数国人含泪转发，上亿条浏览，几十万讨论，只为喊出一句：他们为我而死。驻守边境的战士以一敌百，击退敌军，可自己却将生命永远留在了这片土地。有人曾发问：这一代年轻人还有不计生死的血性吗？就在评论区吵翻天时，战士们却用实际行动给出了答案。老人拿出蛋糕当钱买火车票，我没带钱，然后就把蛋糕递给售票员。售票员见此也没计较，直接好心的帮奶奶垫付了车费。他一路都在念叨：火车真快，景色真好。那个女孩在桃源村就靠着这条信息边走边找。好心人在他到了地方，却发现村子变成了面馆。奶奶这才意识到自己来错城市了，她要去的是虹桥镇，而这里是上海虹桥。奶奶要去虹桥，正是去见心心念念的孙媳妇。原来在她过大寿的日子，远在边境守防的孙子却没有出现。有了女朋友忘了奶奶。大儿子见状赶紧圆场，趁着别人敲门的功夫，火速编辑了条短信，假装儿子的口吻给奶奶报平安。奶奶，我因工作，这是让您保重身体啊。大儿子害怕被看出问题，赶紧把手机收了起来。奶奶嘴上还是不停抱怨，明明去年孙子答应把孙媳妇带回家给他看看，现在却连个影儿都见不到。此时电视正在播放最新新闻，4名边境战士因守护领土英勇就义。家人听到这句话，瞬间把心提到了嗓子眼儿，慌慌张张地找遥控器想要换台。可这时奶奶却淡定地抽出了遥控器，看动画片儿。他没好奇为何换台，更没追问其中缘由，只是一直在打探孙媳妇的下落。那姑娘叫啥来着？小南，哪儿人？我们家镇泰安村的。奶奶听后眼珠一转，俺老规矩啊，媳妇过门，奶奶得先张过眼。大儿子不自然地咳嗽起来，因为孙媳妇这个门可能永远都过不了了。大儿媳赶紧接话：以后有的是时间接。你没有时间啊？我可没有时间了。奶奶摔门离开，留下儿女面面相觑。她从家里偷跑出来，到村口的小卖部抓了一袋蛋糕就上了路。如今她要去的是虹桥镇，而这里是上海虹桥。但既来之则安之，奶奶直接点了一大碗面。奔波一天的她还没吃一口饭，奶奶吃得狼吞虎咽，可结账时却只给了服务员1块蛋糕。老板见状，立马把她带到了警局。听说民警让家里人来接，她吓得赶紧跑了，钻进一辆出租车就要回河南。结果司机却把她拉到了河南大街。奶奶看着繁华的街边，彻底转了向。最终她辗转腾挪找到了一个运货站，奶奶让去河南的那辆车捎上自己，一路为司机蛋糕表达感谢。饿了，他们就在路边一起煮碗面条填饱肚子。奶奶跟着货车一路奔波，终于在第2天清晨，奶奶到了目的地河南，并如愿找到了小南的家。是小南家吧？对呀。老人把碎成渣的蛋糕递给小南妈妈，好像记录了这一路的颠沛流离。爸爸来敲小南的门，小南已经很久没吃饭了，一直把自己关在房里。人家奶奶来看你了。小南开门的那一刻，奶奶愣住了。孙媳妇很清秀，眼眶和鼻尖都红红的，看起来不知哭了多少场，想必也已经知道了小远牺牲的消息。奶奶先跟你聊两句。老少走在巷子里，奶奶摘下布袋挎在小南的脖子上，她替孙子给小南做了件棉袄，奶奶把它脱下来点好送给小南，留个念想。小南看了一眼奶奶，再次忍不住哭了出来。奶奶知道孙子有个很恩爱的女朋友，所以不远万里来找到他，替孙子好好和他告个别。4月是个名人，别告诉别人你们俩好过，路还长，将来找个好人家。奶奶转身走了，但又似乎想起了什么，又折回来。不给了，祖文太大，你太瘦，穿太沉不轻贵。他的手艺一向很好，怎么会做出不合身的棉袄？他分明是害怕这些物件会成为小南的枷锁。他希望小南能尽快从小远牺牲的悲痛中走出来，开始新的生活。奶奶走了，背影一步一步被巷子吞没，留下小南在身后泣不成声。公车上正有人看着关于孙子的新闻。给陈兴荣、肖思远、王卓然追击一堂。奶奶听着报道，这一次她再也绷不住了，眼泪大滴大滴地往下落。她从未接受孙子离开，直到她真切地见到小南哭红的眼睛和听到这些字字珠玑的新闻。喂，敌人越界了，我在呼号呵护。思远一遍一遍向上级汇报情况，对方多达几百人，而这边却只有10几人。他红着眼眶看向敌人，给奶奶打了最后一通电话。师傅，进来救我！时光交错，奶奶似乎看到了战场上的孙子。挂了，别给我丢脸。
思源起身给奶奶披好外衣，然后留给奶奶一个笑脸，便头也不回地去到战场中。他永远地把生命留在了这片挥洒青春与热血的土地上。故事根据边境战士萧思远的真实事件改编，牺牲时只有24岁。在历史的长河里，每一代青年都肩负着自己的使命，从解放战争到抗美援朝，再从战争年代转为和平。曾有人发问，这一代人还有不计生死的血性吗？如今，他们用行动给出了最好的证明。